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大陆名媛在遭遇不幸后，如何在台湾遇见改变她一生的医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与希望真的可以创造奇迹。无论身处何种困境，生活总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转机。苏雨晴曾经是上海滩上叱咤风云的名媛，出身豪门，从小锦衣玉食，但你可别以为她就是那种只会花钱买的富二代。雨晴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是毕业于国内顶尖学府，还曾在国外深造。我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我要靠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这是雨晴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然而，她闪耀的人生轨迹在她27岁那年戛然而止。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夏日傍晚，雨晴刚参加完一场慈善晚宴，准备驱车回家，谁知道命运就是如此弄人。一辆失控的货车迎面撞来，雨晴的豪车被撞得七零八落，而她自己则被紧急送往医院。对不起，病人的脊髓受到严重损伤，可能会导致下半身瘫痪。医生的话如同晴天霹雳，把雨晴打入了无尽的深渊。整个苏家都陷入了混乱，苏父苏母眼睁睁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女儿变成了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废人，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目前国内的技术还是有限。主治医生叹了口气说道。这句话让苏父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国外呢？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于是苏家开始了漫长的寻医问药之路。美国、德国、日本几乎跑遍了全世界的顶级医院，但得到的答复几乎都是一样的，恢复行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期间，雨晴的未婚夫陈世豪也悄悄地疏远了她。原本定在当年冬天的婚礼被一再推迟，最后干脆取消了。对不起，我不能照顾一个残疾人一辈子。陈世豪留下这句话后，就彻底消失在了雨晴的世界里。这一切对雨晴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曾经光鲜亮丽的她，如今只能躺在病床上，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都成了奢望。更让雨晴心寒的是，随着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家人对她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已经花了几千万了，再这样下去，咱们家产都要砸进去了。苏父在以为雨晴睡着时，对苏母小声抱怨道：可是她毕竟是我们的女儿啊。苏母虽然心疼钱，但更心疼自己的孩子。女儿现在这样子，她还能叫女儿吗？说白了就是个累赘，早知道她会变成这样，当初我们就该……苏父的话没有说完，但雨晴已经听明白了。原来在家人眼中，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骄傲的女儿，而是一个拖累家庭的负担。这一刻，雨晴心如死灰。其实，雨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她并非苏家亲生。在雨晴6岁那年，她才无意中得知，原来自己是被遗弃在苏家门口的弃婴。苏家当时已有一个儿子，但苏母一直想要个女儿，就顺水推舟地收养了她。你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苏母曾这样对他说。可现在，这份礼物已经不再被珍视。雨晴的童年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美好，虽然物质上无比富足，但她总能感觉到来自苏父和同父异母哥哥的淡淡疏离。只有苏母对她疼爱有加，但那种疼爱更像是对一件精美收藏品的珍视。只要她表现得足够优秀，才能获得认可和爱。雨晴，你必须比别人更优秀，才能配得上苏家的名号。这是苏父常挂在嘴边的话。于是雨晴拼命学习，拼命表现，只为获得那一点点的肯定和关注。然而，她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家庭，总是隐隐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现在，当她失去了所有价值，那层脆弱的关系纽带终于彻底断裂。既然这样，那我不如死了算了。雨晴在心里暗暗想到。就在雨晴准备放弃的时候，她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报道，台湾长庚医院有一位名叫林之明的神经外科专家，在脊髓损伤修复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台湾，那不就是隔壁吗？为什么我们之前没考虑过？雨晴不禁疑惑。
在他的印象中，台湾虽然风景秀丽，但医疗水平应该比不上大陆的顶尖医院吧。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雨晴联系了长庚医院。出乎他意料的是，对方回复非常迅速，并且态度极为专业。经过视频问诊后，林医生认为雨晴的情况虽然严重，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们可以尝试最新的神经干细胞移植技术，虽然不能保证100%恢复，但至少有机会重获部分行动能力。林医生充满信心地说。当雨晴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时，得到的却是一片冷漠。台湾就那个小岛还能有什么先进技术？别被骗了。苏父嗤之以鼻。这是雨晴自受伤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真诚的关怀和希望。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术后的康复之路漫长而痛苦，但林医生和医护团队的专业和鼓励让雨晴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雨晴每一次努力都不会白费，即使是最微小的进步，也是向希望迈进的一大步。林医生常常这样鼓励他。在台湾的日子里，雨晴渐渐发现，这里的医疗体系与大陆有很大不同。虽然台湾地区经济总量不如大陆，但他们的全民健保制度却非常完善。即使是普通民众也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且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也更加平等和尊重，不会因为患者的身份地位而有所区别对待。在台湾，看病不是什么特权，而是每个人应有的基本权利。林医生骄傲地说，这与雨晴在大陆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即使他有钱有势，也经常要面对医疗资源紧张、排队难、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更让雨晴惊讶的是，原来台湾在某些医疗领域，特别是神经外科和康复医学方面，不仅不比大陆差，反而领先很多。这都要归功于我们重视基础研究和以人为本的医疗理念。林医生解释道，医学不仅是科学，更是关乎人性的艺术。随着康复的进行，雨晴渐渐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双腿了。虽然还不能站立行走，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太棒了！林医生看到检查结果后欣喜若狂。雨晴，你的神经正在重新连接，这是个奇迹。这不是奇迹，这是您的医术和我的努力共同创造的结果。雨晴含着泪说道。就在雨晴的康复取得显著进展时，一个意外的来电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雨晴，你在台湾过得还好吗？电话那头传来苏母有些尴尬的问候。原来家人终于发现了雨晴的失踪，通过梦琪得知她去了台湾治疗，而且效果出奇的好。妈，我很好，腿已经有知觉了，医生说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能站起来了。雨晴平静地回答。真的吗？那太好了。苏母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和你爸都很想你。听到这话，雨晴的心中五味杂陈。当初是谁放弃了他？现在见他有希望康复，又来装关心了。我暂时不回去，我要在这里把康复治疗彻底做完。雨晴淡淡的回答。那需要我们过去看你吗？苏母小心翼翼地问。雨晴沉默了片刻。不用了，我这里有很好的照顾，你们不用担心。挂了电话，雨晴长舒一口气。曾经，她多么渴望得到家人的认可和关爱，而现在，她已经学会了独立，也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在台湾的日子里，雨晴不仅仅是在治疗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在治愈心灵上的创伤。她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那些虚荣的社交场合。那些所谓的朋友和爱人，以及那个为了获得认可而不断取悦他人的自己。雨晴，你今天的康复训练完成得非常好。物理治疗师陈美玲笑着对雨晴竖起大拇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训练，雨晴已经能够借助助行器站起来了。每一步都无比艰难，但比起开始时的绝望，这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丽姐告诉你们，生活就是这样。当你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其实只是另一个开始。林医生对雨晴的恢复速度感到惊喜，你的毅力真的很让人佩服。按照这个速度，再过半年，你很可能就能独立行走了。真的吗？雨晴的眼睛亮了起来，那太好了。不过，林医生话锋一转，我还是要提醒你，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要操之过急。雨晴点点头。
我明白，林医生，我已经从绝望中走出来了。现在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赚到的，我不着急。林医生欣慰地笑了，你的心态很好，这对康复非常重要。在台湾的日子，雨晴结识了许多同样在康复中心治疗的病友，他们中有因车祸受伤的，有因疾病致残的，还有先天性残疾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积极乐观，永不放弃。你知道吗？我刚来的时候连勺子都拿不稳，现在我已经可以自己画画了。一位因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的阿姨骄傲地向雨晴展示她的画作，太厉害了！雨晴由衷地赞叹道：“其实啊，人生就是这样，上天关了一扇门，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阿姨意味深长地说。这句话让雨晴陷入了沉思。确实，如果不是这场意外，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来台湾，不会认识这些善良的人，也不会发现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某天，林医生特意来找雨晴谈话。雨晴，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林医生神色有些凝重。什么事？林医生？雨晴有些紧张。我们医院正在筹建一个专门针对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中心，需要一位有亲身经历的人来担任患者关怀顾问，我想推荐你。雨晴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可是我还在康复中啊，而且我对医疗一窍不通。正因为你还在康复中，你最能理解病人的需求和困难。至于医疗知识，可以慢慢学，重要的是你的经历和感受，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林医生诚恳地说。这个提议让雨晴既惊喜又犹豫。回想起自己曾经在大陆的生活，虽然光鲜亮丽，但实际上空洞而没有意义。而现在，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更多与他有相似遭遇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有价值的人生选择吗？我需要考虑一下，雨晴最终说道。当天晚上，雨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她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梦想。成为一名时尚杂志主编，参加各种奢华的派对，嫁入豪门，这些在现在看来是多么肤浅啊！如果我留在台湾，开始一段全新的人生，会怎么样呢？这个念头在雨晴脑海中不断盘旋。正当雨晴思考人生方向的时候，一个意外的访客打断了她的思绪。雨晴，有人来看你了。护士小姐走进病房，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雨晴抬头一看，愣住了。站在门口的竟然是他的父母。爸妈，你们怎么来了？雨晴震惊地问道。我们听说你恢复得不错，就特意过来看看你。苏母快步走到床前，紧紧握住雨晴的手，眼中含泪。苏父则站在一旁，神色复杂地看着女儿。雨晴，你真的能站起来了？虽然还需要助行器，但已经能站一会儿了。雨晴平静地回答。太好了，太好了。苏母激动地说，我们都担心死你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雨晴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因为当初正是他们放弃了他啊。似乎察觉到女儿的心思，苏父尴尬地咳嗽了一声。雨晴，爸爸知道你心里有怨气，但你要理解，当时我们也是不得已。雨晴忍不住反问，是什么让你们不得已地放弃自己的女儿？那时候医生都说你没希望了，我们苏父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你们是怕浪费钱吧？怕一个残疾人拖累你们光鲜的家庭形象。雨晴的声音很轻，但字字如刀。雨晴，苏母急了，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是你的父母啊。是啊，你们是我的父母，但当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们在哪里？雨晴的眼眶红了，但她强忍着没让泪水流下来。苏父苏母面面相觑，一时间无言以对，气氛变得异常尴尬。这时，林医生适时地走进了病房。这位就是雨晴的父母吧？你们好，我是林之命，雨晴的主治医师。林医生礼貌地打招呼。林医生，真是太感谢您了，是您救了我女儿。苏母连忙握住林医生的手，感激地说，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职责，而且雨晴能有今天的进步，主要靠的是她自己的努力。林医生真诚地说。林医生，我们想把雨晴接回大陆继续治疗，不知道您觉得如何？苏父突然提出这个提议，让雨晴和林医生都愣住了。爸，我不回去。
雨晴的语气坚定。为什么？大陆的医疗条件也很好啊，而且有我们照顾你，不是更方便吗？苏父疑惑地问。我已经习惯这里了，而且林医生对我的情况最了解。雨晴解释道。再说，我现在有了新的工作机会，我想留在台湾。工作？什么工作？苏母惊讶地问。雨晴看了一眼林医生，然后深吸一口气。我决定接受林医生的邀请，担任康复中心的患者关怀顾问。这个回答显然出乎苏父苏母的意料。你疯了吗？你一个大家闺秀，怎么能做这种工作？而且你自己还没康复呢。苏父激动地说。爸，正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些，所以我最能理解那些病人的感受。我想用我的经历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有什么不对吗？雨晴反问道。可是苏父还想说什么，但被苏母拉住了。雨晴，你真的想好了吗？苏母担忧地问。我想好了。雨晴点点头。这次意外让我明白了很多，我不再是那个只会花钱玩乐的千金大小姐了。我想要有一份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听到女儿这番话，苏父苏母都沉默了。他们从未想过，曾经在他们眼中柔弱娇气的女儿，竟然能有如此坚强和成熟的一面。雨晴，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最终，苏母拉着女儿的手，轻声说道。这是雨晴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真诚理解和支持。他眼眶一热，多年来积压的情绪终于决堤而出。妈雨晴哽咽着扑进母亲怀里。傻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当初不该那样对你。苏母紧紧抱着女儿，泪流满面。一旁的苏父也红了眼眶，他犹豫了一下，走上前轻轻拍了拍女儿的肩膀。雨晴，爸爸为你骄傲。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是雨晴期盼了许多年的认可。林医生看着这一幕，悄悄地退出了病房，给这个家庭一些私人空间。当天晚上，苏父苏母在附近的酒店住下，打算多陪女儿几天。林医生，我女儿的治疗费用，苏父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这个你们不用担心，雨晴已经缴清了所有费用。林医生回答。什么？他哪来的钱？苏父惊讶地问。他卖掉了自己的一些首饰和名牌包包，林医生解释道。而且由于他参与了我们的实验性治疗项目，医院也提供了部分资助。苏父听了，脸上露出惭愧的表情。林医生，让您见笑了。我们本来应该承担这些费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雨晴选择了独立，这是值得尊重的。林医生平静地说。苏父沉默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低估了这个女儿，无论是她的能力还是她的决心。几天后，苏父苏母虽然依依不舍，但还是尊重了雨晴的决定，回到了大陆。临走前，他们向雨晴承诺会经常来台湾看她，也欢迎她随时回家。家永远是你的避风港，无论你在哪里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你。苏母紧紧抱着女儿说。送走父母后，雨晴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白天，她继续接受康复训练；晚上，她学习医学知识，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半年后，雨晴终于能够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独立行走了。虽然动作还有些僵硬，但这已经是医学上的奇迹了。雨晴，你创造了历史。林医生兴奋地说，我们的研究论文已经被顶级医学期刊接受了，你的康复案例将帮助全世界更多的脊髓损伤患者重获希望，这都是因为有您这样优秀的医生。雨晴真诚地感谢道。不是因为你自己的毅力和勇气。林医生正色道，我见过太多病人因为坚持不下去而放弃治疗，但你不一样，你从未放弃希望。这番话让雨晴想起了自己最初的绝望和现在的重生，一时间百感交集。林医生，谢谢您不仅医好了我的身体，还治愈了我的心灵。雨晴动情地说。随着康复的进展，雨晴也正式开始了她的新工作。作为患者关怀顾问，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那些陷入绝望的病人，帮助他们重拾信心。她的故事成为了许多人的希望之光。姐姐，我可以像你一样站起来吗？一个10岁的小女孩怯生生地问雨晴。
当然可以，只要你相信自己，努力配合医生的治疗，就一定会有奇迹发生。雨晴蹲下来，轻抚着小女孩的头发，眼中充满了温柔与坚定。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雨晴发现，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原来，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和地位，而是能够让生命变得有意义。雨晴常常这样感叹。1年后，雨晴的故事被台湾媒体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人被她的经历所感动，纷纷为她点赞。从豪门名媛到康复顾问，她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重生。这个大陆姑娘的故事告诉我们，两岸虽有隔阂，但医者人心无国界。这些报道也传到了大陆。苏家人看到后，既骄傲又感动。我们的女儿真的长大了。苏母抹着眼泪说。更让雨晴意想不到的是，她的前未婚夫陈世豪竟然也联系上了她。雨晴，我看到了你的报道，我为你感到骄傲。陈世豪在电话里说，其实我一直很后悔当初离开你的决定。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我们能……世豪，谢谢你的祝福，但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雨晴了。雨晴平静地打断了他，我现在很好，也请你一切安好。挂了电话，雨晴并没有太多波澜。曾经那个为爱痴狂的自己，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生活还在继续，雨晴的康复中心工作越来越出色，她甚至开始接受各大医学院的邀请，去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见解。某天，林医生找到雨晴，神秘地说：“雨晴，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雨晴好奇地问。我们医院准备与大陆的几家顶级医院合作，推广我们的脊髓损伤修复技术，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患者。林医生兴奋地说，而我们需要一位有两岸背景的人来协调这项合作，你愿意担任这个角色吗？雨晴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真的吗？这太棒了，我当然愿意。这意味着他可以经常往返两岸，既能继续在台湾的工作，又能常回大陆看望家人。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把这项改变他生命的技术带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已经联系了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几家医院，他们都对我们的技术很感兴趣。林医生继续说，下个月我们就要去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你准备一下吧。好的，我一定会努力做好这个工作。雨晴坚定地说。就这样，曾经被家人放弃的瘫痪名媛，在台湾医生的帮助下，不仅重获新生，还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人生价值。她成为了两岸医疗合作的桥梁，用自己的经历和努力，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病人重获希望。谁说奇迹不会发生？只要你不放弃希望，生命就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是雨晴现在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丽姐告诉你们，生活就像过山车，有高峰也有低谷，但只要你坚持住，总会看到最美的风景。雨晴的故事告诉我们，医疗技术有国界，但爱和希望是没有国界的。台湾和大陆虽然隔着一道海峡，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希望两岸的医疗合作能够越来越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们喜欢，别忘了点赞订阅哦。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